那时候的情绪反应应该是非常的大，因为真的非常愤怒，想说怎么这么倒霉啊，然后你还会骂对方说你怎么这样子开车不小心没有看到人吗？那如果同样都是被泼一盆水，是自己不小心去踩到一个水坑，那个情绪反应应该就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反应。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其实完全要看我那天穿什么。如果那天你有在意穿什么？Salut， 我是 Stepher。我们常常都会觉得情绪这件东西是一个很难处理的事情。那金桃姨，你身边应该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情绪常常会很烦躁啊、暴躁，对不对？我自己就会啊。你也会？只是我是那种看不出来的。你就是会把它隐藏起来。我有很多情绪在身体里，在我脑里，但我外表看起来是一样的。可是有一天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吗？很少，但对，就是就会变成我会失眠然后我会想不停这样，但我不是那种会去变攻击别人或是大吼大叫，就不是这种方式的人。对，好，我有一个朋友，他其实是一个牡羊座的，然后你知道牡羊座的脾气也是说来就来，对，然后所以他常会说，他很多的一些同事或主管感觉上是针对他，所以他会当下会被激怒，然后就整个爆发。可是当他爆发完之后，就跟我们讲话之后，他就觉得我现在已经变好了，情绪就走了。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是，情绪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东西吗？那情绪升起的情况，就是为什么一下子就可以不见了？如果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那应该就是会一直存在，不是吗？对，所以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好，就是因为通常我们会有情绪，就是会让你感受到痛苦这件事情。对，那痛苦的话，其实就是跟这个人的一个主观感受有关啊。对，因为我觉得不开心、不安或是愤怒，这个时候我就会感受到痛苦。对，那可是有时候会觉得想太多，好，这种感觉也有点像是，举例来说，就很像是你身上想要常常有人是大包小包的，那有人是喜欢包包里面要带很多种东西，他才会感觉到安心嘛。所以包包里面可能会除了钱包之外啊，可能还有化妆品啊，或者是有一些雨伞啊，甚至梳子之类的东西，他要全部背在身上，他才会感受到他很安心。对，那你出门会是带很多的那种人，还是小小一点点就好？我会基本上会减量。对，虽然我的包包还是很乱对，可是我会基本上会考量到它的重量啊，所以是什么东西是需要或不需要的。对，可是我就觉得很多人那种情绪就很像是你放在身上面的大包小包的这些东西，你必须要背在身上，不然的话你放下你又会觉得很不安。对，因为对我来讲完全没有情绪人感觉还蛮反社会人格的反而看起来很可怕。但我觉得有情绪是正常的啦，但重点是你情绪有没有把你抓住放到无限大，或者是你抓着不放，这件事情是比较那个它就像你刚刚说，它是不是真的存在，就很奇妙一件事。你觉得被针对是你主观的认定，可是如果别人从头到尾都没有在意你，或是根本不是在针对你讲这句话，那你这个情绪或你这个认知，它事实上根本不成立啊。因为被伤害这件事情是对方是真的想这么做，而你也感受到，那这件事实它就成立。那如果事实上对方根本就不知道他伤害到，或者是他完全没有是针对你
这个意思的话，那他感受到被伤害这件事，那这被伤害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事实？对，那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不管你包包带多少东西啦，我以前是那种包包里什么都要放3本书，一个资料夹，我包包都超大，包包超大，我才会有安全感，不然我会一直觉得我有什么东西没有带，我会用到我没有这样。对，那我现在包包越来越精简到，其实我可以一把钥匙、一个钱包就出门，然后手机这样。那我觉得其实你如果很多东西是抓着不放，即使再轻，我现在叫你拿一杯咖啡，拿24小时不准放下好了，那咖啡最后也会变超重的。其实无关你东西大小或是带多少东西，所以你如果是一直抓着这东西，对，事实上不管是多着，你只要抓着不放，一刻都不肯放松的话，事实上就是它就会重到你无法想象，即使是咖啡你都会拿不动。对，那我觉得你说的这句话就是我们之所以为什么会这么的痛苦，就是你有一种主观的情绪反应，而且是对一个很客观的事实的一种执着吧，对不对？就像你刚刚说，我身上一定得要放这些东西，这就是你可能你喜欢的东西，或是我觉得安全，对，所以你就必须要抓着不放。这种就是我们在佛家里面也是说，它就是一种执着。对，然后就是之前有提到的8苦嘛，对爱别离呀，很多的情绪感受或是感情啊，这些都必须要不愿意放下。对，就算是事实上他已经远离你了，或是你没拿到的、得不到的，你也不愿意轻易放下，所以你的情绪还是一直在那边抓取这些其实已经不在的。而且我觉得我们活到这年纪啦，说老实话，你完全没有脾气，其实也不是，我认为也不是一件好事。就别人其实会认为你毫无边界，冷漠吗？没有，你甚至没有边界，别人认为可以随便对待你。那我觉得我们的生气、不高兴，或者是就是表达出来这件事情，还是可以表达出来，因为我还是觉得人应该像玫瑰一样要带一点刺，别人才会小心翼翼的对待你，就是才会认真的对待你。但是如果你刺很多，那就叫榴莲。就别人就是喜欢的很喜欢，你的刺猬害怕的很害怕这样。所以我认为你适时的有某种程度的表达你不喜欢或是不开心这件，我认为是好的，是合理的。我并不觉得说你要完全是非常平滑，完全不能有脾气，我反而会觉得那其实并不应该是个正常人。那重点是我们这个刺，我们这个反应或是我们这个不开心有没有被我们无限放大到影响自己影响别人。对，如果你让这个生气，我们长这么大了不可能都没生气，可是你慢慢就会知道，有时候我们生气是为了表达我们的立场，然后呢是希望得到我们想得到的东西，所以你生气，那就算没有得到你也不用一直生气，其实那就是一个手段而已。对，那我会觉得说以前我的情绪也是会有这种起伏，然后比较糟糕的是就是我其实有时候无法控制我自己的情绪。那你会怎么样？就像是我以前曾经很喜欢一个人，那我都希望说从他的一言一行里面可以得到我要的开心，所以有可能我在等待他的讯息过程当中，我可能会开始变得很焦虑。对，如果一直让我等待很久很久都没有得到他的回应，我就会开始感受到的是焦虑。那一旦他给我回应之后，我就会开始觉得很开心，所以就变成我所有的情绪就是被这个人牵绊着，对，他的所有的行为会完全影响我的情绪的起伏。对，所以我后来一开始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可是慢慢的就是觉得说，我怎么会变得我完全没有办法掌控我自己的情绪，我完全会
那种 get involved 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发现，其实如果今天如果是男女朋友来说的话，假如对方真的好想要分手了，他也不再爱了，那你是因为他不再爱的这件事实感受到非常的痛苦，然后也不愿意去承认说他不爱就是不爱，那你还是沉浸在那样的情绪当中，你没有办法去面对那样客观事实说就是要分手。我觉得我们就会觉得分成不同层面吧，他这个不爱了，情绪他不爱了，那我觉得不是说你不可以觉得痛苦或难过，毕竟它是准备要结束的东西，你会失望，会舍不得，会觉得，但到底为什么感到痛苦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你觉得是损失吗？时间损失了，还是金钱损失了？情感损失？你是觉得损失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所以你会生气吗？就好像你投下去的金钱血本无归的感觉，对，所以你生气。但是如果他已经不爱了，也是会有人觉得哦，终于我解脱了，还是有人是这样子嘛？对，所以相对我觉得是因为其实真的关于这个人爱不爱你吗？其实是最重要的是你投射在我觉得你不爱我，表示我不被认同，我没有被选择了，我被遗弃了的感受，而伤心，绝对是不是完全只是这个人不爱准备结束，就是我会认为就是不完全是他的责任。对，就是你的情绪不见得只是因为他不爱吧？对啊，一定对，应该是说他不爱这件事是触发我们这些所有的情绪，但大部分人会把所有的责任要对方来负责。但事实上，或许他触发这件事情，只是触发了你心里面最不堪、最不安，然后最不想看到的东西而已。对啊，如果他不爱了，然后其实一直有一个比他更棒的人追你，你其实一直不敢开口，也是看不到的。然后搞不好他对你说哦我们要结束，你还会觉得说哦太好，我不用当坏人跟你说分手，其实有一个更好的人在等我，不是吗？对，所以就是同样不爱这件事不一定会只有引发不舒服，重点是你本人嘛。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情绪是一种非常主观的东西，而且很奇妙。对，就很奇怪，就是同样一件事情，有些人反应就非常非常大，可有些人就可以觉得为什么？对啊，就明明是同一件事情。就像我们有时候走在路上，我们同样是被水泼到这件事情，对，那如果今天是有一台车子疾驶而过，然后喷了你满身是水，那时候的情绪反应应该是非常的大，因为真的非常愤怒，想说怎么这么倒霉啊，然后你还会骂对方说你怎么这样子开车不小心没有看到人吗？那如果同样都是被泼一盆水，是自己不小心去踩到一个水坑，那个情绪反应应该就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反应。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其实完全要看我那天穿什么。如果那一天你有在意穿什么，就如果他我那一天是比方要去赴约或什么，是有好好穿比较珍贵的衣服，那别人这样我就会觉得怎么今天好衰哦。对啊，那可是如果是我自己踩到水坑的话，我就会觉得说我怎么自己不小心，我会怪我自己。但你说生气，我倒是不会对别人生气，但如果那只是我平常衣服，我就想说晚上要洗衣服。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衣服是衣服，也是个客观事实嘛。那你对于情绪上面，还是同样一件事情发生，你还是会有不同程度的情绪反应。所以我觉得情绪这种东西就是非常的主观性的，就是当你今天在看你是要被情绪绑住，还是说你可以自己去控制情绪，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我应该说我以前很常气在心里，然后恨在心里，然后怨在心里，
然后我接触了佛法，学了冥想跟打坐，一直在做这个功课的时候，刚开始我知道的是说，你要看着你的情绪，了解你的情绪，这样。所以每当我正在很愤怒的时候，我就看着我的愤怒的时候，我就越看越生气，气到我晚上整个睡不着。我想知道，我只是想要气到他，看到他不见。他们是说，那时候我学到的是说，你的愤怒，我就感受到我自己的愤怒，可是我完全没有办法让它变小。他反而在我的观看下，我注意一下，他反而越来越大，我就越来越生气。这样，我想要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别人说可以这样，我不行？这样，那我自己走过来是有一次我去花莲的时候，坐火车。我在月台上等火车的时候，然后看着站长就在等我旁边，然后跟我讲说等一下哪一台车要进来了，大家要后退一点这样。然后我就跟着站长这样看着月台上的火车这样，然后看着火车这样进来。然后那不是我的那一台，我的是下一台。然后那火车停了好像3分钟还是5分钟，他就走了这样。然后那站长就说下一班怎么样，他就在那边念那个时间，准备要进站。对，我突然就有一个，我突然就理解了，就你这么快顿悟了，就至少在看情绪这一块，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像站长一样，他没有特别喜欢哪一辆车，每一辆车来，这一辆是生气，他来了，你就让他停，然后时间到他就走，然后下一班是快乐。也只是快乐，你也不用因为他是快乐你就想上车，或者想让他永远都在停在那。对，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你自己像是一个情绪的月台的话，你身为一个站长，你就是要让他来了停就走，不然后面就全部会打在一起。你愤怒你就一直看着他很气，你怎么可以在这里？你这台列车什么时候准你进来？那后面要来怎么办？就全部卡在一起，然后甚至就撞得乱七八糟，然后整个情绪就整个大灾难这样。所以突然我想到就是说其实我应该要像月台长一样，就我知道我有生气，好，然后就生气，但是我接下来一定会再有讲别的话嘛，做别的事嘛，我一定有别的情绪嘛。比方我接下来就去接电话了，我跟那个人，我不会把那个生气就是出在跟我讲电话那个人身上，那我跟这人讲电话是平静的，那表示我这个生气他已经至少不再，已经过了，至少过了。那他很有可能等一下我挂完电话，的确这个生气又回来，那就这台列车又回来了，但不代表我得一直在那个车上，那台列车上，甚至是带着这个怒气去跟别人讲电话，别人做事，去把它带给别人这样。所以是我自己比较明确的发现我自己在就旅游也是有可能顿悟的这是一个好处。对，就我突然可以理解怎么去处理我的情绪，然后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至少在我身上我自己处理得很好。对，情绪就它不会没有生气，不会没有焦虑，不会没有低落，但它就是跟所有的列车一样，有些时候它会停比较久，有时候它甚至就停到旁边维修，因为我处理不来我的焦虑，所以它就会在暂时，因为它开不走，它有可能坏了，所以我得先让它暂放在那儿，然后我再去处理这一台列车，但不代表它需要卡在我面前，把后面所有的东西搞得一团乱。所以现在有点像是我自己已经可以好好当一个这个情绪月台的月车长，然后我也有办法去调度所有的情绪，让一切东西情绪还有情感的流畅度都是顺利的这样子。那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其实对于愤怒啊、难过、伤心，其实我算是那种不太爱讲出来的。我也是。对，那可是更夸张的是，我有时候会被这样的情绪绑太久之后，我会怪自己。因为我会觉得情绪来了，重点不是在情绪，是在它背后的这件事情没有被处理，没有办法被解决。对，所以我其实会把重点放在怎么解决，
那解决不了才会不会让自己在一直沉浸在这种情绪里面。对，我基本上还是会。是因为解决不了所以对自己生气吗？也有，为什么？因为有些东西不是你单方面可以解决的，例如感情啊，或者是说一些工作上面你必须跟别人合作的部分，是在这个时刻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比较完美的解决方式，那就可能还僵在那里。对，那我通常会大部分会觉得说生气没有用，或者会觉得好，那或者是说好难过，我也会难过啦，但是会觉得自己好没用，会为了这件事情难过，我就通常会先责骂自己。对，可是所以你会有点抗拒这些负面情绪，对不对？会觉得有这样子的情绪不是件好事。可能是我的个性就有一种不服输，就会觉得好像跟自己在一种对抗衡的感觉，就是会觉得自己怎么会这么软弱啊，然后到这个时候会一直被这种情绪一直绑着。对，可是后来我会发现，慢慢就像你说的，我们在打坐之后，我就会发现有这样情绪的也是我的一部分。那一个是另外一个我，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假装坚强到说完全都不要情绪，也不要愤怒或是难过。对啊，去压抑情绪才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有时候会碰到有些人太过正能量，我都觉得那个真的是正常的状况。可是我不会一直宣扬正能量这件事。就我觉得我会觉得自己要处理就对了。就事实上人就是有七情六欲，他就是会有情绪，只是说你也不需要假装自己都不生气，你就应该是接受自己会生气这件事情，接受自己会焦虑这件事对你来讲就是会起反应。对，那我们就是看是怎么样让它反应最小。如果你目前没办法解决的话，但是假装自己都不生气或那就有一点，我觉得反而不是那么健康了。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如果真的来处理情绪，其实反而是要去觉察你的情绪起伏，对不对？就是说你那个愤怒啊的背后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的愤怒？或者是说这件事情我们先要把它挖开来，然后假设我们真的能够去处理这一个背后的真正的起因，这样子我们的情绪就会慢慢的被我们减轻一点，不会再像之前你说好像火一直在烧，对不对？对啊，因为我觉得我后来感受到我之前为什么会越看火越大，看自己的情绪，是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好像不应该有这个生气，我想看是因为我觉得你要赶快消灭，你不可以这么生气。我一直想要消灭它，我并没有接受这件事情。就是事实上那个人的确有惹到我的确可以生气，但只是我不需要气成这样。对，所以我那时候越看越气的状况是因为我一直强逼自己不可以有这个情绪，可是事实上我的感受就是不舒服，所以我就会整个人非常的错乱，然后混乱，这样就很像火车撞在一起，就更严重这样。对，所以说佛法的一些核心价值里面，其实也是在引导我们去觉察说你的主观的感受是在哪里，然后引导你回去看一些客观的事实。对，因为事实上如果以佛法来说，就是有生灭，它事实上就是会结束。你会让这个生气永无止境的话，真的就是可能有一点问题。事实上如果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事实上会起来，它就会结束。除非你介入了什么，让它添了柴火。对不对？然后要不然会这样更有更多氧气的人，它当然可以烧得更好。但事实上你东西就是它的那个造成火灾的这个来源，对，被烧完之后，即使它再大好了，即使它当初是一堆可燃物可以整个大爆炸，事实上你把它看着什么都不去动，它自然就会结束。因为每一个会燃烧的
会让它火种不见的话，或者是有可能让它燃起来的元素慢慢它就会消失，它就是自然就会灭去。对，所以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去添这个柴火。对，不断的去讲说，对啊，就应该这么生，再去加脂类或者再加氧气，让风更大等等的。因为有些人就是我生气，我一定要拉着旁边的同伴跟我一起生气，一起骂。但是我觉得这个无助于这个事件的发生嘛，因为客观事实它就已经发生了。再怎么样，它不太可能是因为你生气，它就能够有什么样的改变嘛？当然，有些人会，比方说你一定要跟着我一起骂，我会比较快把这个东西烧完，那种感觉，就至少让风很大，然后赶快让火旺完之后，它就结束，也没有不行。但我觉得是好像拉着别人一起来造口也不太好。对啊，就是他没有帮助到这件事情是往正向发展。就如果赶快烧完，我觉得烧完你们大家一起骂完之后，我们还是得回归去处理，要去处理的。为什么这个人这件事为什么让我这么生气啊？如果找一个人来讲，或者是找个让你发泄的人，你可以比较赶快让这个情绪过去，我觉得也没有，好像也没有不对，但完全真的得看你会不会，就是对方那人是不是会很会添柴火的帮你越烧越大。对，他讲说变成一座火山，对，就两个一起就想要火烧功德林这样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在旁边发脾气这样就可以结束的。对，所以那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至少让你的愤怒的情绪不要再一直添加柴火的？我之前好像讲过，就是我之前有时候会对我自己的焦虑或愤怒，我虽然说我接受这件事，可是它就是还是有个小火苗在，然后就是还有一个星星下来，就有时候可能就会又旺起来，可是它不是很大，但我就知道它有一个怪怪的感觉。那因为我一直都有每天乱写东西的习惯，有时候用打的，有时候用写的，然后我就是不断的乱写，就是脑子有任何话我就一直写出来，就是有自由书写这件事，我就会狂写这样。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写了半天，我就会说我真的好讨厌这个同事，我真的好讨厌这个人，每次做事都这样，然后一直狂写。我写2个月之后，我到今年4月无聊，我就再回去看去年因为我大概3个月会写完一本空白的笔记本。那你不会丢掉？就留着啦，我会留着，但我不会一直去翻，就是反正我4月的时候无聊，我在整理抽屉，我就再去翻到我发现我那个月的那个小小的对这个人的小愤怒，虽然没有到很严重的事，但我一直在写的时候，我写说我真的好讨厌你，我真的每次你这样都造成很大的困扰，这样写然后我最后一句都是说我讨厌你，我更讨厌我自己我重复写了。所以你跟我其实差不多对，其实我气的是我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所以你跟我是一样的，我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人我没有办法控制他不要再犯错了，所以我写到后面其实这个人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讨厌我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感觉。对，然后我后面看我才有很明确的想说，原来那段时间有时候我们正在发生的时候，你再怎么打坐或是冥想，有时候是你还没有那个智慧，有时候是你要等回头看，你知道每一个无常，你每一天都在改变，每一天的成长的时候，你回头看这些留下的东西，你才发现就是从头到尾跟这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是我自己我大概这样写了1个礼拜，我讨厌我自己我这样我自己当下写，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不晓得我写了1个礼拜，因为我写完我就把它盖起来了。因为你当下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对，你就是很直观的，没有思考的，脑子有什么你就写什么，就是一种很自由的书写，想什么写什么，对不对？对啊，然后我回去看想，我到底有多讨厌我自己怎么会气成这样？可以写成一本书。对，气成写了1个礼拜讨厌自己讨厌自己蛮久的这样。对啊，然后我因为前阵子搬家的关系，就是我公司在搬家这样，所以我有很多焦虑，很多赶时间各种方面，我就一直但是很多事情是我没办法控制的，就是因为搬家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搬，
然后还有时间的那个死线的压力这样。但那些都不是我可以控制，那其实要看别人的进度或什么，不是说我急着想要再赶快什么完成它就有办法结束。可是我实在太焦虑了，我就是一直就晚上的，就是我即使看手机都没办法专心看，我都还是会想说我要明天怎么办，明天进度会到哪里这样。后来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觉得说我也试着去打坐这样，打坐的那个1个小时是 OK 的，我是有静下来，可是结束之后又开始，就我还是很焦躁明天要发生的事情这样。后来我就在睡前我就受不了，我睡前我就用水，就是脸盆装满水，然后加了一大堆冰块，我去 7-Eleven 买一大袋冰块装进去，然后我把我的脸浸下去。然后我的所有，你必须要这样子自残吗？没有，我在想说我可不可以让自己清醒一点。很奇妙的事情是我脸一浸下去之后，我的所有感官、脑子、思考全部在我的脸上面，完全好像感觉有一种瞬间 reset 的感觉， reset 到就是到我的脸上，然后我去感受到那个冰冷刺痛的感觉在我皮肤上，然后我其实没有，就1秒，静了1秒我的脸就起来然后我去感觉到我的脸那个很冰到慢慢回温，然后我慢慢从鼻子感觉到一般温度就突然所有的东西都回到我的脸上这件事情之后很奇妙，我把脸再洗一洗之后，我的焦虑不见了，因为你的专注感就在那个脸上的感受。可是理论上如果我是真的是受伤，比方我皮肤很痒或者是说我流血了，我即使专注把它转移到我的脸上好了，等我回到正常思考的时候血应该还是继续流嘛，对，荨麻疹应该继续痒嘛可是我的焦虑跟我的是不安瞬间就消失了所以我当下才发现其实这东西是其实不是存在的，对啊，它是被我想象出来的，对，然后我只是我其实也不是对未知感到害怕对，其实未知就是未知，我不是对未知感到害怕，我害怕的是我过去经验里所有曾经发生过该完成没完成有人出包这种经验里面让我很害怕把它放在我不知道的未来里，我先把这些害怕放进去，因为未知是空的，对，那我对未来我没有什么美好的东西，我还不太敢想，但过去曾发生不好的我已经想得到我就把它放在这个未知里，所以这个未知只剩下害怕，对，然后这些都是我想象出来，所以当我的整个专注到当下之后瞬间这些奇妙的感受它就完全不见了，对，我当下就很明确知道我这几天的焦虑都是凭空想象都是我自己想，它都不存在，对啊。你知道以前我曾经有念过那个心理学然后有一个很有名的实验叫做巴夫洛夫的狗对，那只狗就是做一个实验啊，就是说每次他们要喂这只狗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旁边摇铃对，然后久而久之的之后呢，他只要每一次喂他就摇铃，他就会流口水，然后结果后来发现这只狗狗呢只要听到铃声它就开始流口水对，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喂它吃东西它只听到铃声它就开始流口水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就像我们它的那种流口水的部分也是很像那种人的情绪，就是一旦被触发了我们就会很兴奋，或是它是流口水嘛，那我们的情绪可能是伤心啊，或是难过啊，或是生气啊，这些都是证明说情绪其实都是凭空产生的对，然后自己制造的是一种不可信的一种主观感受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恐惧这件事情还没发生，但是你就已经有那样子的恐惧的情绪，对啊，
因为理论上就像小朋友如果不晓得火会烧到，理论上对未知他不应该害怕，对，因为你就是没有相关知识跟常识啊。那一定你的所有害怕一定是过去经验下来去放在未来这件事情才会害怕，所以会变成是我们对未知就会相对我会就像那只狗，未知的事情我就很容易会紧张，是因为我都这些我习惯我会去记住这些，因为我不想要再犯错，或不想要再重复这些不舒服的事，所以我就会很害怕这些事情会发生，所以就会变成是只要是不知道不确定的事情，我就很容易觉得说我要把它所有都准备好。对，那就会也是变成是我的一个很惯性的一个思考方向跟逻辑。可是有很多事情是你没有办法事先准备的啊，对不对？对，还有一部分我觉得好，就算它真的发生不好的事好了，总有个解方吧，并不至于会到世界末日。事实上世界末日也没发生就一定有个解方。我后来是就觉得说好啦，就算没有准时好了，那了不起就在演了，了不起事情就再拖一下这样子，那只是东西整理很麻烦而已啦。对啊，那你说我只是觉得说这种混乱希望赶快把它结束，事实上不在我的预期或是不在我的控制下结束，眼泪会怎么样？没有，我就顶多就是觉得很不整齐我就一直没有办法觉得赶快你又会怪自己。我是目前不会怪自己，但我就是会觉得说就要演，可是说实在演了又怎么样？对，也没有怎样啊。对，就是我就后来我自己清醒了之后，我就发现那种担心跟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真的是有点多余啦。就其实后来清醒之后就发现，就算往后延好，其实还有很多解方啊，就没有可怕成这样。对对，所以我的方式，如果今天是要处理情绪的方式的话，我也可能会试有做一种叫做，你有听过缠绕画吗？有。可是缠绕画是真的老师很专业的带着你在那边画，对不对？我不是自己乱画。对，我就拿出一张空白的纸，然后拿事实上可以笔在上面，就是这样子一直绕圈圈这样子，或者画树叶、叶脉。对，我用这种方式来疏解我的一种情绪。但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是会去思考一下，说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让我真的很生气的话，我就很用力的在那里面多画几个圈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对自己的情绪的一种觉察。所以你有再往前看你的缠绕画，也会感觉到就是笔记的差别嘛？就像我书写往回看，我会看到我自己的情绪会展现出来，那画里面应该也是会吧？看得出来吗？对啊，就比方绕的特别乱，或者是绕的特别用力，或者是绕的特别会，有时候你会很生气到连纸都划破啊。对啊，那就是一种情绪的展现。对，不过它就是一个画圈圈的一个模式嘛，其实就是类似我们在看我们的呼吸一样，就是让你专注一件事。对，大概意思是差不多的吧。对，只不过那个时候你是更容易去专注在我在想一件今天发生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对我造成的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让我感受到难过啦、生气啊，或者是恐惧这样子？对，当我在回想的时候，通常就会比较容易去思考那个情绪背后的那种客观的事件。对，比较容易去想说那是他哪部分造成我这样，那我要怎么样做能够更好的处理我的情绪这样。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情绪都是一时之间瞬间爆发的，通常不会是你思考很久了然后产生的东西。对，所以这个更是比较不会具有理性啊。对啊，所以会变成是，其实你慢慢时间久了，你就会知道哪些事情是很容易引发你有情绪，就是负面情绪。快乐这件事情，当然不要快乐过头啦，但是
你慢慢会越来越清楚，就是你的惯性是什么，对不对？然后你就会慢慢知道说，这是有可能造成我不开心，或者是焦躁的事情，你自己就会很知道。当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有可能让我不舒服，你自然会避开嘛，或者是尽量不去做，或者是尽量绕方向。那相对其实这件事情就不会是我像过去一样往那个方向冲了，因为你其实你是有意识，就等于你等于属于你的那个剧本已经重写了。对，而且你就不会再像以前一样被情绪拉着走，而是你能够控制你的情绪，然后往比较好的方向去处理。对，那这个事件的那个结果也会是比较好的。确实。好吧，那我们等一下一起去浸个脸，冰水。你说冰水吗？对，需要很多冰块吗？都可以啦，反正就是冰水。你确定这样不会伤害你的盛世容颜吗？不会啦，就是毛孔会变小，还不错。还有一个好处，皮肤会变紧实。真的这样很不错。好吧，我们一起去哦。OK， 好啦。好，那我们先说拜拜咯。拜拜。亲爱的朋友，若是你喜欢 Zephyr 跟金桃姨的斗嘴，欢迎你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感受，也欢迎给我们好评留言追踪跟分享哦。